家中女王能文能武，另一半没她真不行。每天早上最喜欢问我说：“老婆，我今天要干嘛？”行程排的是他一落地就要接着去上班。人福哥完全不用想他整个人生要干嘛，只要醒来就好了。只要醒来，老婆，马桶又坏掉了，打开来看，里面可能有链子，那个断了，装一下就好了。我就看到一个男人对我的崇拜的眼神。这有当过兵真的有差。聪明妈妈争霸战，碰到数学就卡关。 3个人3天喝3桶水，9个人9天喝多少桶水？这是脑筋急转弯还是认真的数学题啊？来，为什么是？因为27算错了。你想要纠正27，他乘错，他乘错。我就不知道，我就管他生气的事情，我就讲一次。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晚安。今天邀请到的4位呢，明星妈妈，她们都自认呢自己在家里面拥有的是超强能力的扛把子女王。到底是什么样的超能力让她们如此的骄傲？欢迎她们出场。介绍第一位，季晴季妹妹，欢迎。欢迎季婷姐。欢迎布丁陈英文。欢迎士官长王以璐。 非常好，欢迎大家，我们有时候来的时候，那种有已婚未婚的都有嘛。哦，对。现在是来的都有小孩了。对啊，状态都超好的。加入妈妈行列了。我们现在都在聊妈妈话题了。对。好，我们今天请大家来分享一下“扛把子”这3个字。是。哦，他不能够自己子虚乌有的瞎。对嘛。是瞎冠上这个名字，对嘛。瞎扣这个帽子，对吧？来，我们今天就只聊这个。女人持家。 不容易，所以呢，讲到这件事，我就是家中的女王。其实我是时间管理女王。哇，这个很强。大概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吗？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以前你要管理自己一个人也就罢了，我现在管理的是4个人的时间。像有些人可能一天就是做1件事情、2件事情，就觉得说我今天好充实哦。可是我的行事历打开啊，我1个月里面大概真的很少会有一整天在家没事的，几乎没有。然后。 比如说今天好了，今天早上我6点多起来，我就先送小孩去上课，然后接着就来这边化妆，然后准备录影，录完影之后等一下要开会，开会完之后要拍业配，业配拍完之后再拍2个短影音，短影音拍完之后我要去买早餐，跟晚上还要补家里的水果跟菜，然后中间如果有时间，我还要去银行办点事情，然后再赶着时间赶快回去接小孩，接小孩之后回家遛狗，遛狗完之后赶快准备晚餐，晚餐完我想要跑个步，跑完步之后我要泡汤。 泡完汤我要追剧，然后我还要看美股，对，所以我其实一整天的时间是非常紧凑，然后常常紧凑到我知道我第2天有行程，我是要在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先把我明天要办的所有的事情，我要跑哪一家银行办什么事情，你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对不对？那个是啊，你的所有的一切这种安排规划的习惯，也会在你出国旅游上面喽。 也会，那像我们就是刚刚从日本滑雪回来嘛，然后今年呢，因为雪况非常好，所以滑雪场几乎是爆满，所有的滑雪场人都非常的多。然后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管理时间呢？就是第一，你要抢早上很好的雪，因为下午的雪都被大家滑乱了，所以你要早上滑很好的雪，你就要很早能够出门。所以呢，为什么要时间管理？我就会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会跟全家讲好，因为。 每一次到了要出门的时候，就有人说我的手套呢，我的面罩呢，啊，我的袜子、我的护具呢，就所有人都在找东西。所以前一天晚上我就会说，眼镜准备好没？面罩准备好了没？手套、内层、外层，然后全部哦，装备全部整理好，然后4个人一绕一绕的。你的孩子这时候就在学，对。 然后大家都要先确认好自己的装备。早上呢6点半一起床之后，刷牙洗脸没有妆发时间，都把装备都穿，就要赶快冲啊！因为我们要冲那个缆车的第1道雪。哎，你不要看哦。
7点钟，在缆车前面是大排长龙，等着他开门。然后呢，上了缆车卡位也有。就是位置的优先哦，因为缆车开门的那一边，先冲出去的人，你就有机会先穿装备滑到第一道雪，所以大家连进缆车站的位置都很计较，然后所以早上不会有吃早餐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就差不多10点快11点的时候有一点饿，那时候已经滑了大概3个小时，很饿了，我们吃早午餐的概念。早午餐的好处就是因为雪场爆满嘛，你知道中午吃饭是大排长龙哎。真的不输当兵的人潮，跟周年庆一样。对，你光是排队买餐，然后你那个要结账，你可能吃饭就要吃掉2、3个小时。而且只有5、6个餐厅可以选。对，这么就像迪士尼。对，就这个意思，一模一样。对，所以我们的时间管理就是我们要避开那个人潮，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吃到餐，然后并且买单。然后大家都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又去抢缆车，缆车又不用排队，然后就可以。对，所以我们的时间管理。就是用在旅行上的时候是这样，然后那天呢，我就是在要蕊这个故事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时间管理我应该还好吧，结果我旁边我老公跟我儿子立刻说什么还好，你很夸张，你把你的行事历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老公为什么觉得我非常夸张？因为呢，比如说我就会先排他去爬神山，你有没有看他饥饿山好多天，他饥饿游戏前哦，我们就是要开会嘛，然后啊，我们就会在神山前，他录完影之后，我就立刻排了他去阳明山纵走，因为要先锻炼，锻炼完之后呢，小孩要准备 AP 的课程，然后我自己。阳明山纵走就已经很辛苦嘞。对啊，然后神山纵走，他常常我的行程排的是他一落地就要接着去上班，他没有办法休息。对。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工作安排之余，你看仁甫哥就是饥饿一路完之后，我又排了他去阿朗伊古道，走阿朗伊古道在垦丁。垦丁啊，很美的一条古道。然后呢，又回来忙了几天之后，立刻飞泰国。然后我们常常飞啊。好嗨哦，你这个人。对，你根本1个月有。你好嗨哦。一半的时间可能在外面，对啊，对我其实在家时间真的很少。然后我老公常常饥饿游戏录完哦，比如说他饥饿大概录完是差不多6、7点嘛，有时候可能到7、8点。但是我就会，如果我们飞远程的，我就会订晚上11点的飞机，他就是饥饿游戏完之后就直接上飞机啊？不能空一天吗？回来那万一台风天不怎么办？因为有一个问题是，他饥饿游戏是隔周录嘛。我只能卡它中间的时间非常的，对，所以他一定要一结束就飞机就要去机场飞，然后一落地就去报到，所以早上6点落地，然后他就直接去集合报到，然后继续出外景。他很常这样，他就已经觉得说我真的把他时间排得非常满。那我的小孩也是，我的小孩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上次要去泰国是要卡小孩的连假嘛，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功课比较重，我以前是很鼓励孩子请假跟我出去玩，但是现在功课比较重，他们不愿意请假，所以他们就会比如说今天下午的体育课请掉，然后呢1点钟就安排车子，而且我人已经在机场，我没有去接他，我就安排车子去接他，然后直接就直杀机场，然后到了机场之后我们就出去了嘛，出去走行程走，然后小孩呢会在比如说早上6点或7点时间落地台湾，然后直接坐机场的捷运，然后赶去上课，就是他们都没有喊过累吗？对，没有。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样子的安排时间？我觉得王府那天我在蕊稿的时候，他就讲说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因为他说他训练我在这20年成为一个有逻辑、有规划。你以前不是这样子？我以前比较随性。然后王府很喜欢说，像他现在每天早上最喜欢问我说：“老婆，我今天要干嘛？”因为还好了，他练习没有你，这个家就失去了，就无头苍蝇，就空转了，失去你这个等级已经是当红韩星跑行程的等级了啊！没有空，下飞机就直接过去了，什么回来休息一天不可能，上飞机动哎，对啊。你7点钟在那边吃早晚早餐以后呢，8点40我们会到什么地方去？然后10点40有点9点才是我的12点半。顶流的行程哎，仁甫哥完全
全不用想他整个人生要干嘛，只要醒来就好了，他醒来就有人帮他的经纪人，还有接生他们也会这样安排了，其实你们也会这样安排，对可是不会排成这样。不会，因为空一天，有时候怕。他的属于无缝接轨的嘛。对，之前我就是比较糗的人嘛，我很随性，我都是今天起来看天气状况才决定今天要干嘛。然后呢，那一天就起来之后，我就躺在那边看电视、看电影，而且还是王府先看的哦，我是加入他哎。然后呢，结果我们躺在那边看一看之后，他就突然。少爷电影没演完就站起来在那边乒乒乓乓乒乒乓乓，我想说，哎，我看电影很专心，我想说怎么了吗？有什么事吗？过了一会儿他就说，你们确定今天要一直躺在这里这样浪费人生吗？我就说今天有什么事吗？他就说今天天气这么好，你确定你要躺在这里看电影，花2个半小时浪费你的人生吗？然后对，后来那天我跟女儿哦。立刻，我们真的很害怕，立刻站起来，然后就去换衣服，说我们好了，现在去哪？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去哪？我怎么知道？然后我想说去哪？压力好大，然后我就开始上网查要去哪这样啊，然后后来就发现说他这个人不能让他在家里。太空闲，他觉得他在浪费人生，我就把他排得满满的。他现在很快乐，就老婆，我今天要干嘛？这算良性的互动吧？绝配。我觉得我是家里最会抢便宜的购物女王。哇，真的。这个跟你婚前有什么两样？抢便宜。你的强项只是购物女王。你的强项不就这个吗？对，但是因为你知道我老公是很爱花钱的人啊，对，所以你要想办法可以让他了解说那个钱其实是可以省的有道理的。对不起，我请问，因为他是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他有收表了，对，很爱乱花钱，甚至收车子是吧？很爱乱换车，然后买股票也赔，对，买股票。她的那个老公的牙医有没有？你知道那帅老公？我知道。他的表的收藏惊人，车子换车速度惊人。那表示就是他赚钱的速度也惊人。赚钱应该比一般人快。对。他到底对节省这2个字有没有做在一些很实际的地方上？我觉得他其实。刚开始交往的时候，真的都是乱买，然后现在结婚以后，他慢慢有被我改变了。改变了吗？他人生最好的投资就是你啊，没错，所以就不需要再投资别的东西，因为投资别的会赔钱呐。对，投资我不会。好，互相这良性的影响。抢便宜怎么说？你其实以前也会抢便宜啊。对，我也会抢便宜，但是我觉得你是要在生活中让他知道，其实你很多时候不用为了贪快。随便乱花钱，因为像我觉得男生买东西，他们都是直接可能去到店里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直接买，他不会货比三家，他们都不会比价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现场的东西跟你在网络上买的价钱是有差的，然后或者有时候周年庆的时候又会更便宜，对，所以像之前我就想要前一阵子他就想说要送我一个礼物，因为前一阵子好像是什么。圣诞节的时候，黑五啊，或什么那种，对，这么快就开始失忆了，才9个月，很可怕。我这次当了妈妈以后发现，这是什么日子？大概现在往前推，不是跨年就圣诞节吗？还有什么日子啊？圣诞节比较薄弱一点。圣诞节，但是因为圣诞节之前就已经要先买，他就问我想要什么，我就说我想要滑板车。因为我对电动滑板车，因为我之前就有滑，但是因为怀孕以后就不能滑了，所以我就把我的滑板车送给我爸妈。然后现在我就拿回来就好了。对啊，没有，但他们滑得很开心啊，对，他们也喜欢滑走了。对，所以现在已经卸货了，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可以开始滑了，因为买东西什么附近的比较方便。滑板车没有安全考量吗？因为轮子比较小，所以还是会有安全考量。如果你是孕妇，轮子比较小，比较容易颠。然后如果碰到坑洞，其实滑板车是容易翻的。所以要选轮子大一点的。对，那我就在就是台湾的一些购物网站上面看，然后就看到了一台要13500。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说，一台13500，他说好啊，那你就买啊，反正他就刷卡。我想说好啊，好棒，我就想说正要下单的时候，突然想说，那如果我去另一个也是很知名的什么宝的，有没有可能挖到宝呢？结果一样的东西，我就去那边查，
含运费，因为那边运过来要运费嘛，同一个牌子，同一个型号。我在那个什么宝一找，加上运费8000块，差这么多，真的，品质嘞？一样的，一样的东西，因为已经寄到我家，我现在有的时候就已经在骑了。然后我就后面我老公要付我钱，要叫我刷卡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用，因为我已经刷我的卡。他说哦好啊，那我直接拿13500给你。我说你给我，我原本有一度想说我要不要照样收13000，赚那个差价，但是瞬间又想说不行，我要让他知道。你要多查多比较，其实是可以省钱的，所以我最后就是乖乖的跟他拿了8000块，但他也有吓到。请问，这难得的机会，会跟老公赚差价的举手。你们都会这样？不会，你敢说你不会？我真的不会，你敢说你不会？因为老公不会买给我。我就自己买给自己。你敢说你不会？我真的不会，因为钱都在我这。那应该是要问仁甫哥会不会？是他会跟我谎报。怎么有趁机赚差价的这种很卑劣的行为？我老公常常干这种事对啊，然后每次都被哥们讲出来。他是以多报少哦。对啊，不是以少报多，对，以多报少，他以多报少。他说这明明是花8万的，他2万就买到了。这种对不对？因为不让你知道，我不会每次都去查他的账单啊，然后都是哥们说这个，仁甫哥你上次买那不是10几万？他说哪有10几万？瞬间变脸。我刚才想那个购物的习惯，就男女大不同，就在这边。为什么男生看东西就买？真的。因为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逛。可是女生为什么敢等一下？对。因为你们常常在逛。我这边没有，我就逛别的地方，对不对？我逛着一定逛到有啊。对啊，但是你这是我们两边的不一样。你要刹车一下，因为你花那个几秒，你比一下，马上价钱就不一样啦。然后像他之前也很喜欢一个牌子，但是台湾没有进。他在台湾，如果你要买像那种帽 T 的话，一件好像要快到1万块，蛮贵的。对，蛮贵的。然后之前都是去那种可能综合的那种选品店，你才可以买得到。然后但那个都已经是加价的。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先不要急，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规划要去法国了。我就说你就忍，你忍到那时候去法国买，那边一定它的牌子当地一定会更多款式。结果他那时候有看中一件帽 T，我们后来飞到法国的时候，我们就去逛，一模一样的帽 T， 那边折台币才5、6千块，也是到快半价，7折。对，然后我连生活的洗手的那种小到洗手乳。本来就要，那每天都要消耗品啊。而且因为有了 baby 以后，我们进家门，我们都会马上先洗手，所以变成洗手乳的用量很大。然后我有一次也是超得意，我就跟他，因为我家的外面正好有3间药妆店，所以我常常要买什么东西，我会跑完3间再决定要买哪一间。然后那一天呢，我就第1间先去买。时间真多哎。这样好像乐趣啦，好像我很闲，对不对？我觉得你好省钱。工作太少，是不是？你的乐趣不是因为你都要逛同一条嘛，花多一点点时间，才10几分钟的事情，是对嘛？对啊，然后我就看到那洗手乳，对，299一瓶，然后想说好，299其实已经很便宜哦，然后想说好，那我再逛一下，逛到第2间也是299一瓶。一样的东西，对，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当下我想说，好，要不要跑第3间呐？为了一个洗手乳，这样会不会太疯啊？好，跑去了第3间，真的闲，也是299，但是买1瓶送补充包，对，买1送1，299，差很多哎。对，等于半价。对，送补充包一样的容量的，但是它是补充包，等于这罐用完它可以倒进去。对，我就回去跟我老公讲说，不可能，真的就是同一条。然后我回去跟我老公讲，这样就值得了。对我老公就说，那299你有什么好比价？差很多哎。对，但是他之后有发现这件事情，他现在买东西他都会叫我去帮他买。
居家修缮超在行，王以路打趴另一半。老婆，马桶又坏掉了，打开来看，里面可能有链子，那个断了，装一下就好了。好，马桶之外还有没有？再来第二个嘞。换灯泡很简单吧？他弄了快1个小时。我说怎么了？我真的不行，我也太娇滴滴了吧？他在骗人吧？听起来好弱哦。原来你们家只有你当过兵。他现在买东西，他都会叫我去帮他买，叫我帮他查完价，帮他买。这个还蛮可爱的，漂亮，蛮厉害的。我是专业修缮女王。对，这很强耶。哎，这帽子扣太大了，你修什么？刚刚有提过，他在用什么呢？啊，修什么缮？这如果什么都会修的话，都很省哎。修理人，这个修理人，修理孩子啊，太棒了，都是修理，心情不好就修。这个好厉害的要学。你们老公都不开心，就交给我来修理，好吗？修理人可以。冷静。我是真的在家里会修理很多东西。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租了很久，所所以呢，顶楼水塔对不对？啊，你会修顶楼水塔对不对？顶楼水塔看那个有没有水啊，或要不要洗啊？都 OK， 都小事。像比如说家里的马桶漏水，当初我跟我老公一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啊，老婆，马桶一直那个漏水怎么办？然后那个水从那个马桶里面这样漏出来，那个旁边，然后他说怎么办？是不是要找人来修，还是要换马桶？哦，他那个出水没有停啦。对，没有停。那我就说哈，没有啊，你就把马桶上面打开来看一下，是不是里面的那个垫片出了什么问题？就我老公说什么垫片？马桶它可以打开。真的，因为他从小家里在一个很有爱的家里面长大，所以呢被保护得很好，家里他都会觉得东西都不会坏掉，都不用他修，所以他搞不懂是什么，所以我就帮他把它拿起来，告诉他里面那个叫垫片。我说这个东西呢，直接去水电行买，可能就是50块、60块，你不要叫人家跑一趟的基本车费就是500-600块。他差点就要换马桶，他差点就要换马桶。我不在家的话，如果我出国的话，他可能就换马桶了。所以我就叫他直接拿来用拍的，然后去找同样型号的，去水电行给人家看。那所以第二次呢，那个马桶不能用了，这样怎么用？那个水怎么压都压不下来。老婆，马桶又坏掉了，这次看起来很严重。确定要换了。他是不是只是想换马桶啊？就是想我说没有，再打开来看，里面可能有链子，那个断了。我说一样，去买，我们好像有塑胶的，有那种不锈钢的，你去买来，我们来装一下就好了，都是10几块、100块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我老公是真的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可以修的。好，马桶之外还有没有？再来第二个嘞。换灯泡很简单吧？看到上面有灯泡，就是所有的那种吸顶就是照灯的那种灯泡啊。OK。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够再这么 gay 搞了，交给老公。结果呢，我老公就要修，我想说啊，我就站在旁边看他好了。想说这应该一下子就好了吧，15分钟，锁这样弄下来，搬一下就可以了。他弄了快1个小时，40分钟，然后弄得全都是身都是汗。我想说他是开玩笑的吧，然后我就觉得过40分钟了，我说你该出手了。对你还好吧？你看还很高，站在马桶上面。我觉得要换一个家了。换一个家，房住换个天花板，这种思想是不是太毁灭性了？然后他真的很夸张。我说有没有可能那个东西有4个角，有一个东西要搬起来，每个都搬，没有搬不动，这个灯泡有问题，就是整个要换。我说没有，你看那边是不是？他就怎么搬不起来。我说你算了，你下来。我一踩上去，一弄下去，啪啪啪就好了。你边上去啪边看他吗？对，我说来手接着，然后就手拿着，叫他就是帮忙，他只能当小助理。他说哇，老婆你好厉害哦！我就看到一个男人对我的崇拜的眼神，算了，这也是某种爱。哇塞，女王大人，他说你好厉害啊！对，女王大人。哇！可是我也觉得你很厉害。还有是哪一个来？我再听一下第三个。还有除此之外，这种东西，脚踏车什么我都会修，但我还有一个强项就是我力气也很够大。所以有当过兵真的有差。
军动训练就是不一样。我最近发生一件事情，让我老公又是充满爱的眼神看着我。我们家要换沙发，我就请他自己订好了沙发，就写地址嘛。就他写了地址以后呢，比如说6至7号，他没有写3楼。漂亮。我们就那一天要等人家送沙发，还有送茶几来，然后到了楼下以后呢，我说，哎，怎么还没送来？他说来，那个卡车送过来了。然后我就看一个阿伯很壮，然后就他一个人，哎，你们的东西到了，然后就拉下来。我说拉下来，然后呢，我说，哎，为什么只有阿伯一个人？阿伯说，哈，怎样？我说我们住3楼，啊，你们没有写哦。完蛋了，我没有办法帮你们搬，很重哦。尤其你们那个茶几，刚刚大家一起搬上去之后就很重，你们要自己搬。然后我老公就傻眼，那我就看一下我老公，我说现在怎么办？我老公说一定要吵架的啊。没有，我是不会为了这种事情，这样很容易吵架的。这种事情吵架，我会想办法解决。我说塞小费，你给人家1000、2000，请人家帮忙一起搬。我老公说哦好，就拿了2000块，然后给阿伯。阿伯说好了，帮你搬啦，你们要帮我一起搬。阿伯都多大岁数了？可是那阿伯很壮，你不能这样讲。而且他们有技巧的，真的很厉害，他会使那个背的力或是什么很厉害。这边都是已经长成这样筋肉人了，借力使力，真的。然后我们就搬，我老公那边手发抖，搬不起来。我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我们2个就在后面，然后阿伯就是有些角度你知道，因为我们公寓要桥这样上去，然后老公在后面等一下，搬到2楼。阿伯不行，阿伯说不行，要一鼓作气搬啊。然后我等一下还有通告，然后我跟鬼一样，也是搬得全身都是汗。然后搬完以后，我真的好酸痛哦。然后我说好，那我要先去上通告了。老公，那你东西拆一拆，茶几自己组装一下，没问题。然后我就上完通告回家以后，2个多小时、3个多小时，我就看到我老公躺在床上。盖了被子，我说怎么了？我真的不行，我的全身好酸痛，要被卡车碾过。那我心想说他在骗人吧？你老公也太娇滴滴了吧？他在骗人吧？听起来好弱哦。原来你们家只有你当过兵，他没有当过兵。他可能没有，他有他都骗人的，我觉得他就在发抖。然后我就说算了，我来组装好了。组装完以后，他还继续给我躺在那。我组装完了一整个茶几，那个。上面是大理石的，有多重？然后老公说：“老婆，我真的很不舒服，我全身好热哦。”我想说啊，然后我就量体温，发烧到39度。为什么？持家理财大内高手，妈妈们全都甘拜下风。我以前在信用卡部的时候，知道刷很多有一些回馈，所以我是用信用卡在理财，能刷的时候我就尽量刷，但它的回馈金可以扣个大概5000块、3000块，哦，蛮多的。甘拜下风。我们还量体温，发烧到39度。为什么？怎么会冒汗了？这样啊？不是搬一个东西受风了。不是，他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在用力，他肌肉发炎了。然后我就很担心他有横纹肌溶解症，你知道吗？会死人的。我知道那个。你说你还好吧？然后就给他吃那个消炎止痛药，他说真的好一点了。他真的不是感冒，他没有咳嗽，没有什么鼻塞，他就躺了第2天好了，可是他肌肉酸痛了半个月。他到底怎么长这么大的？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一定是神明有保佑，真的。可能他的周围都很多像我们这种女王，她妈妈应该也很厉害，就我婆婆。她被很多人救过，女王对，他没有超过了，她没有被超过。不是啊，那他刚好又遇到你啊，你什么都会，他也不用学，不用抄啊。对，如果他娶到的是什么都不会，他就要马桶房子一直换。对啊，没有人修啊，一直换，买马桶啊，换房子，真的。理财节流哎呦，这一路的都这一路的。我跟你说，你跟他的哪一不一样呢？我觉得我觉得我这个是人不动，没有那么累。我是在家里用手机滑。哦，我要跑很多点，我劳力活。你是专业理财就对了。就是因为我以前有当过现金卡、信用卡专员哦，所以我那时候在以前负债的时候，曾经最高负债到200万。哇！然后谁？我自己。然后我当时其实你的开销是什么？我其实你看我也不买名牌，我也不什么。可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年
轻的时候，我会比如说投资自己啊，比如说美容啊，或者是身体啊，或者是运动啊、健身房啊这一些，还有营养食品啊、保健食品这类的。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光在这里就不小心负债到200，这也太夸张了，我都还没有自装费什么那些哦。刚开始我一离开学校就负债30万了。为什么？所以就助学贷款，小时候。然后我印象中，我以前信用卡是这样，然后拉开有25张，有可能有想象过我有那个年代。养卡哦。对，我其实是在卡奴的那个年代，我觉得我算有点伪卡奴。就是那这样子25张叫伪卡奴，那就是卡奴吧？对，然后卡奴常常4个银行就年轻的时候25岁左右就开始以卡养卡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年轻的时候是有点不太会理财。然后后来之后，我就因为我当时就是一个念头，就觉得银行赚我的钱，我要想尽办法进去破解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进去银行上班。就是一个双面间谍的概念。对，就是我真的起心动念，我就觉得我就是这样，我决定要去信用卡或现金卡。那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它是不同的部门，然后我就开始进去之后，我就发现哦，其实这个东西负债其实是不丢脸的东西，就是反而不喜欢负债的人，他比较容易没有办法赚到钱。然后那比如说像我自己在用信用卡的部分，像信用卡以前有回馈，以前回馈都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你知道我现在丰富到我现在的，因为我家电费非常贵，因为我们是中央空调，高峰的时候电费大概快2万，你还以为自己家里营业用电，可是就是一般用电，而且还有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才可以开2小时的这种等级哦，晚上睡到流汗才可以再开冷气，因为它中央空调那个吨20吨太真的。你被偷电，你知道我真的曾经拿我3万块的电费去问楼下的管理员说，我说问秘书说，请问一下，真的，我就问那。秘书说：“为什么我这个月3万块，可不可以请人家来查电表？”就他居然跟我说：“陈小姐，你这个3万块算少了，隔壁那哪一户刚拿8万下来看，8万，对，所以8万，哇，电费2个小时6就是一般大的大楼。那我当时其实每次在刷那个，就是因为我都用信用卡去刷电费。刚开始变妈妈的时候，开始刷这个电费的时候，天哪，这个电费真的很惊人呢，太惊人了。后来我就开始想到，我以前在信用卡部的时候，知道刷很多有一些回馈。我就去查，就我跟你一样，就货比好几卡，然后看哪一个回馈最多，然后我就找到了一张卡片，然后我就开始，你知道它的回馈大概每一次的2期，我都可以扣个大概5000块、3000块。哇，蛮多的。对，就是我本来每个月的开销就不低，可能比如3个小朋友的东西，或者是说学费，或者是我们的补习费，都是可以刷卡的。所以我是用信用卡在理财，能刷的时候我就尽量刷，但它的回馈金可以帮我缴电费。因为刚开始疫情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上网买那个吃喝的嘛，都在家里吃东西。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老公也是加了一个 app， 我也加了一个 app， 大家都有 app。可是每一次他们说，为什么每次你买的时候都会特别省？因为我会去打那些折扣码，我会一开始折扣码，对，其实很多平台它一开始就把折扣码放在头上给你看，但是你自己没有去看。复制那个折扣码，结账的时候输入就会有折扣。所以我们家全家人都不看那个折扣码，傻眼的脸，只有我一个人在看折扣码。可以折到多少？比如说我曾经有过一次，就是我婆婆可能跟我一起订同一个 app。然后，那我订的时候，我就再点了嘛。然后他还点，他说：“为什么我们2个点一样东西，但是报的价钱不一样？我可能已经低600块。”然后很多人也不知道，比如说像我们常在用的一些通讯软体，它有一些礼物送来送去，有没有？对，有一些素食餐厅啊，它可能有 APP 的活动，它有 LINE 的活动，它有不同平台不同活动。那我可能躺在家里就做，它还有哪里？我就开始搜寻，有不同的平台的活动。好酷。对，然后那我自己就是很喜欢研究这个。家中女王 PK 赛，一试便知谁最聪明。从自己家的阳台往下看，可以看见7个阳台；往上看有5个阳台。请问你房子买的是第几楼？我觉得这应该有陷阱吧。他的看法不一样。不答对。果然是中国现金卡中人。
然后坐车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哦，前两我来回其实我住桃园，所以我来回坐大众运输，自己有时候在滑手机看书什么的，来回也要200。然后我有一次呢，我就觉得奇怪，蛮便宜的。其实我没有注意，我就是有时候在听耳机什么，大车便宜啊，对，可是你知道吗？前阵子呢，我就突然间觉得，我就坐在那里，听到有些人哔的声音一下是哔哔，然后有些人是哔，哦，对，有差。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有2下跟1下差别，都一样大人呢？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听一下，我就问司机大哥，司机大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的铃声是2下，有些人的哔是1下？他说哦，2下的话是有省钱的，就是然后我说省钱省什么东西？他说就是有一个行政院的1个月1200啊，那个通对北北基桃的那个，对，然后1个月1200通行券。我就心里想，天哪，我太晚知道了，因为如果我每天都要这样子通勤的话，我可以省4000块哎。对，我去办他那个的话，我来回是省4000块，等于就是1200多吃到饱的意思，那个月吃到饱。对，那我又省到钱了，我就跟我老公讲之后说，哇，你每天站在那里研究，或者是在那里研究是有差别。然后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是，因为其实我也是蛮喜欢去一些就是大卖场买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卖场其实我们都要比来比去，其实我觉得很累。然后我就加入了网络的另外一个购物的平台，它有卖一些什么牙膏、牙刷，洗碗的手套、不锈钢刷，就家里面日常生活用，还有卫生纸可以免运寄到家。但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逻辑，就是如果今天我介绍陈哥进来这个卖场的话，你很会买，我是累积你的点数。然后如果自己的点数，有种直销的概念嘞。对，可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会费。那如果加入这个平台的话，第一个就拉陈哥，然后第二个就拉 Apple 老公就好了。能力很强的人呢，然后第3个再拉一个我老公，每个月躺在这边就好了，被动收入。我们分享一些善知识啊。对，理财节流女女王，没有问题吧？没问题，哎，跟对一下，太强了。我们接下来换我跟你们互动了，好不好？好，我1打5啊。1打5，我也算吗？你也是啊，你也是啊。好，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环节，来告诉大家。聪明妈妈生活常识问答大赛，来准备，来哦。什么样的常识呢？好紧张。对啊，准备第1题，好可怕。听好啊，下面哪个不是橘子皮的功用？听好 ，A. 去除微波炉内的异味 ，B. 当做暖暖包使用 ，C. 去除家具上奇异笔的笔迹 ，D. 加上生姜炒干之后冲水喝可以治咳嗽。以上哪个不是橘子皮的功用？请作答。3秒、2秒、1秒，时间到，请开拍。只有我一个不一样吗？我跟你一样。3B2C， 好，听好。橘子皮风干以后不完全等于陈皮，还需要多层除菌工法，而且无法确定是否有农药残留。药材行卖的陈皮才有效用，自己在家里制作的橘子皮是没有治咳嗽的功能。答案是 D。刚才的 A。去微波炉那个味道，你只要整个放在微波炉里面微波3分钟，微波3分钟就可以去异味。再来，那个刚才的第2个暖暖包里，用塑胶袋装3、4片，反正这个橘子皮剥完之后就不好就装塑胶袋里面丢。有看过。也连带着放在微波炉微波30-40秒，然后把袋子绑紧放进口袋里，你看就是个暖手器，对，它会一直而且又很香，能够保温将近1个小时。哎呦，好赞哦！这也太想不到。橘子果皮的柠檬精油也可以分解油性颜料，所以它是可以去除笔迹的。第2题准备，请问，买了一层新公寓，从自己家的阳台往下看，可以看见7个阳台，往上看有5个阳台，请问你房子买的是第几楼？请作答。3秒，数学2秒，1秒。时间到，一个一个开哈。8楼，来，丽梅，8楼，陈颖文9楼 ，Apple 8楼啊。8楼，你我写7楼。先那你看我为什么他是我的主持搭档？因为他永远跟人家不一样。来，你为什么是7楼？我觉得这应该有陷阱吧？他应该是看到对面楼下跟楼上吧？
他不说他不说往下看，什么时候看对面了？他往下算有七个阳台嘛。你自己，你从你家阳台怎么会看到楼下的阳台呢？你一定是看对面楼下的啊，所以你一定是在七楼，然后连同那个同事的一起数啊，对不对？他的看法不一样，应该是为什么我欣赏你？就是因为你跟人家不一样。他对吧？因为1楼没有阳台，对， 1楼没有阳台，所以他看到的是2楼，有道2、理。3、4、5、6、7、8，对，他自己是9所以我看到，所以我是因为我站在9楼，所以往下看到7个阳台。是不是这样？对对，没错，因为第1楼没有阳台。 9楼答对。果然是做过现金卡专人的。第3题，注意，小吃卤味会出现的刮连，指的是猪的哪个器官 ？A. 脾脏肌肉 ，B. 猪肾 ，C. 肝脏脂肪 ，D. 横膈膜。5秒钟，请作答。聪明妈妈争霸战，碰到数学就卡关。 3个人3天喝3桶水，请问9个人9天喝多少桶水？这是脑筋急转弯还是认真的数学题啊？来，为什么是？因为27算错了。你想要9张27，他乘错。我就不知道，我就管他3、7、27，我就写24。 不知道哎，对，平常都有在吃哎，但都没有去注意到。王以路，是第一横膈膜，横膈膜，来，记没？脾脏肌肉，脾脏肌肉，再来，脾脏肌肉，啊，非常好，你怎么办？脾脏肌肉哇，太厉害了！完了！我们真的有吃到脾脏肌肉吗？我猜的，因为我觉不可能是猪肾嘛，那是腰。对呀肝脏，B、C 不可脂肪因为能。肝连比较瘦，对，它就不可能是脂肪的那个部分，所以就不是 A 就是 D 了。哦，哎呦，肝连比较瘦，他还记得这个。肝连好像都还有带一点白白的，像是什么筋，还有一点像筋，有筋不是 A 就是 D 了。我就觉得那个筋可能也许是那个膜，不晓得。恭喜，D 答对。肝连和肝脏唯一的关系，大概就是横膈膜在肝脏的上方而已。哦，没有了，很直白。来，现在大家常吃的薯条会沾的番茄酱，最初制造的用途是什么 ？A. 药品 ，B. 染色剂 ，C. 粘着剂 ，D. 洁牙用品。5秒钟，请作答。番茄酱最初的制造用途是什么？时间到。乱写的。我也是。来，这次换到八小玉先来。我先吗？对，先来。我猜药品。药品。我猜是粘着剂。陈映文。我也是，因为觉得他好像是要把汉堡粘起来还是什么吧。来，静梅。完蛋了，原来把汉堡会散掉。我也好奇怪，然后因为我觉得它很容易染色。番茄啊。番茄。那我想到，因为以前绘画的颜料，很多颜料都是用食物，用一些是食物或者是咖啡，对，也有可能，或者是石头这些类的，就天然类的东西拿来做染剂，也许有可能。就你说是药品，为什么？我是把它想成跟可乐汽水那同一道的，他们以前都是在药房卖的。在19世纪初，番茄还未完全融入人们的饮食当中，因为当时有些人觉得番茄是有毒的。哦。但在1830年，有一位叫做约翰·库克·班尼特的医生，他发现了番茄有很多种的健康益处，可以治疗肠胃及皮肤疾病的问题。所以他开始推广一种含有番茄成分的药品，就叫做番茄酱。跟可乐一样道理。治疗肠胃跟皮肤。来，现在4题喽。目前 Apple 跟季美还没开张哦。如果我们都同分的话，应该可以一起获奖了。来，最后一题。好了。请问3个人3天喝3桶水？3桶水。请问9个人9天喝多少桶水
计时开始。 9个人，3个人3天。哦，明明就有看过哎，但有点忘记。真的假的？这是脑筋急转弯还是认真的数学题啊？时间什么意思啊？到。 31。来，陈英文。好难三啊！桶水，因为只有3桶水啊。你干嘛？我没有说这是急转弯，这是急转弯啊！因为从头到尾就是3桶水，你要骗我是吧？你的逻辑我觉得很正确。就只有3桶。你想骗我？因为我有一天去开会，然后去多周去少嘛国际会议中心，某一个人，我们3个人是喝3桶水，我们1000人也是3桶水啊。你说的没错。对啊。是这样啊？那我在算什么头啊？我在算什么？认真算，算个屁啊！为什么27桶？不知道，我就随便9个人3 9 3 27呀。 3个人3桶9跟9桶，很直白，对。来，为什么24？因为27算错了。你想要9 3 27，他乘错，啊，小明3乘以11多少？我就不知道，我就管他3、7、21，我就写24。我慌了，什么？来你的，也是27。因为我觉得这样才够9个人喝。对啊，我觉得我有机会赢哎。对，你要渴死他们啊！才3桶水。冷静冷静。对3桶水。 3个人3天需要3桶水，所以3个人1天多少？3个人1天就1桶嘛。对。所以1个人1天就是1/3桶。9个人乘以9天，所以1/3乘以9再乘以9，答案27桶水。好，里面只有8玉一个人莫名其妙答对2题。来，掌声鼓励。好好玩哦。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是每一个人独当一面的地方。扛把子当然就是一个我们比较江湖上的说法了。一个充满智慧又爱心的妈妈，她能够奇怪，就是能够改变整个家里面的氛围。你们表现得很好，继续加油，继续让这份爱呢跟所有的家人分享。OK， 谢谢大家。谢谢。女王大人，下次再见。See you， 拜。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